这是5毛钱，拿着它离开我女儿。5毛？前世不是500万吗？阿姨，你是在开玩笑吧？谁跟你开玩笑了？我已经拿出很大的诚意了，拿这5毛钱，你能买豪车豪宅，过上人上人的生活。要不是看在你和薇薇5年的感情上，我能忍痛拿出这天价分手费。5毛？天价？叶晨，做人不要太贪得无厌。我们家所有的流动资金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5块钱。拿着这笔钱好好生活，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毕竟不是浪费时间。 5块钱的流动资金，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我怎么越听越懵了？我知道，突然分手呢，对你的打击很大。可是为了家族事业，也是没有办法了。毕竟江城鼎级集团顾氏集团的大公子顾廷川是我爸给我安排的联姻对象。顾氏集团可是坐拥10块钱的江城顶级豪门，只有和他在一起，我们林氏集团才能一飞冲天。叶晨，10块钱就成江城第1大企业，这个世界终于变成了我不认识的样子。那我祝你幸福，但这钱我就不要了。这样吧，今天这顿饭我请了，服务员买单。你好，先生，你们这边一共消费5厘钱。多少？5厘？行了，你就别硬撑了，这可是江城最顶级的空中餐厅，一顿饭呢就抵普通人1年的工资。你一个上班族哪消费得起呀？还是我来吧。等一下，难道说重生之后货币贬值了？iPhone 手机印大米新生2分钱，按照上一世的物价，这货币贬值了足足1000万倍。但我的语文却没变，还是5000万。5000乘以1000万，那我不是成了坐拥500亿的神豪了？丢人是找钱10块！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面额如此巨大的钞票。什么？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不可能，就连我也没机会一次性借到这么多钱。这钱肯定是假的，这携带假钞可是犯法的，还是这么大面值的假钞。叶晨，你是要把牢底坐穿呐！女儿，你赶紧走，一会儿警察来了会连累咱们的。叶晨，你完蛋了！这钱你是收还是不收？对不起，先生，就算把我们这个店买下来，也用不了1块钱呀。我去哪里找这么多现金给您找零啊？这你总找得开了吧？1块钱，我们也没有钱找给您啊。算了算了，你不用找了，就当是给你的小费了。1块钱小费，我发财了！普通人一夜暴富之后会去做什么呢？刚才看男模进来了，那个男生简直帅爆了。就是，我要是能坐上他的副驾，让我干什么都行。对，就是懒人恭喜你。欢迎光临，请先。叶晨，你来干什么？走，赶紧过来。雪曼，你推我干什么？我们这里是豪车销售，不是废品收购站。你来这干什么？走错地方了吧你啊？没错，我就是来买豪车的。你买豪车？叶晨，咱俩可是大学同学，你家什么条件我还不知道吗？那可是班里有名的重点扶贫对象啊，吃饭都成问题，你还买豪车？别在这儿耽误时间。走。别，你怎么狗眼看人低啊？这怎么了，雪曼？没事儿，就一穷鬼说来买豪车，他能买起屁？我看呀，潘神是来店里偷东西，这种人年纪大。走。就算他买不起，他还是有进店参观的权利的。
我们身为销售，就是要耐心的为顾客介绍我们的产品。进门的都是客，怎么能区别对待呢？好，好，好，你清高，你了不起。那这个客户呀，我就扔给你了。到时候呀，要是把店里的那台车弄脏了、弄花了，你自己承担责任。当了一个穷鬼，一分提成都赚不到，神去！谢谢你啊，给我几位。这是我应该的。先生，您看中哪辆车和我说，我给您介绍。我要买你们店里最贵的车。你还要买最贵的车？叶晨，你怕是穷风得意上了吧？那最贵的车，别说那辆限量版的兰博基尼了，就连这辆最便宜的 Mini Cooper 都够你倾家荡产了。店里最贵的就是这台兰博基尼。是的，先生。这台限量款的兰博基尼呢，它搭载的是5.2自然吸气 V10的发动机，它的最大马力是540，中置全时4驱，0到100公里加速只需要2.9秒，全世界限量20台。还不错，配得上我叶晨的身份。会啊，有喂，你不会以为他真的买得起吧？你想从他身上赚提成，那可是比唐僧孤身一人九曲飞天的难度都大。你有这闲工夫呀，还不如给有意向的客户发发暧昧短信来的实在。我给他介绍一下怎么了？又不是说进了店就一定要买。有为是吧？你人还不错。今天我这台车的提成还非你不可。谢谢先生对我工作的认可。要，两个人这一唱一和的跟真事儿似的。叶晨，你要是能买得起这辆车的一个车轱辘，我张雪曼脱光了在这展厅里给你做车模。好，有为，告诉我这台车多少钱？这辆车它是限量款的，所以要比普通车贵很多。直接告诉我价格就行。要6毛钱的1000万倍，就是6倍。放在前世，我当然买不起。可是现在，在我的5000块巨款面前，这6毛钱都不够我余额宝里1天的利息。你不说话了，叶晨，6毛钱，它是你一辈子都可望不可及的梦。我叶晨喜欢的东西，别说是6毛，哪怕是6块600，我眉头都不会动下。别光说呀，要是买呀。好，这台兰博基尼我买了。先生，您真的要买这辆车吗？别急呀，好歹也要体验一下，万一坐着不舒服呢？好的，先生，我给您开门。先生请。不许上。今天有客户预约了来看这辆车，你让他上车，弄脏了车，损失了客户，你担待得起吗你？他只是坐一下，又不会弄脏了这辆车。再说了，今天来看车的客户只是预约来看一眼这辆车，又没有付下定金要买这辆车，只是坐一下又怎么了呢？问题可大了。你知道今天来看这辆车的客户是谁吗？那可是江城第一贵公子顾家大少爷顾廷川。他这样的大人物，一点小事惹他不开心，我们整个车行都得跟你遭殃。你为了满足一个穷鬼的好奇心，你犯得着吗你？不管什么样的客户，在我的眼里都是一样的，不分高低贵贱之分，并且是这位先生先到店的，他自然有优先体验权。他果然和其他女人不一样，不势利人，不爱慕虚荣，更不狗眼看人低，很有正义。先生，您是您的，有什么问题我来承担。好，从我的车上滚下来！叶晨，怎么是你？林薇薇，我们还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不是你就分手了吗？你怎么还阴魂不散，追到这里来？你哪只狗眼看到是我追你追到这来？不然呢？这里可是豪车专卖店，不是过来追我的，难道还是来买车的吗？不对，你怎么提前知道我要到这儿来？你一定是在我手机里安了定位系统，对不对？你有被迫害妄想症？自己都说了，这是卖车的地方，那我当然是过来买车的。别闹了，叶晨，你有多少钱难道我不清楚吗？我已经跟你很明确的说过了，我们两个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就算再舍不得，也该要点脸。你不仅有被迫害妄想症，你还极其的自恋，而且一身的不能。我有什么放不下？停，我不想再因为面子跟你扯东扯西了。我最后再警告你一遍，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交集了。更何况你今天是跟我未婚夫一起，我不想因为你扯出一些没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吗？
你现在离我远点，所有人都不会误会。好了，别烦我，看着。妹妹，这个人是谁啊？他就是一个一直追求我的人，他追了我好几年，但是我们不熟的。亲爱的，你别误会。哦，原来是个舔狗。我的宝贝长得好看，身材也好，追你的舔狗有很多，很正常。我怎么会误会？是啊，而且像这样的穷屌丝，怎么能入得了我的法眼？只有像你这样的帅气霸总，才能配得上我的绝世容颜啊！李薇薇，你也太不要脸了吧，还不熟？亲爱的，你别听他乱说，他这都是臆想出来的。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别误会。宝贝，你不用解释太多。像他这种屌丝我见多了，家里挂满了女神的照片，时间一长走火入魔了，就把脑子里臆想的都当成真事儿了。可惜啊，我宝贝儿这种白富美是他一生不可及的梦，也就只能想想。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你们这两个精神分裂凑到一块儿，那生出来的孩子不得是个智障啊！住口！你知道我未婚夫是谁吗？竟然敢大放厥词，不要命了是吗？哦，我记得你跟我说，他是什么江城第一富豪，坐拥10块钱的资产，顾家大少爷顾廷川。既然知道我未婚夫的身份，还不赶紧跪下认错，一会儿真打给你，分分钟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10块钱就能杀人不犯法？我今天还这么穷逼！穷逼！什么？你刚才说10块钱是零钱，不然呢？我们顾家因为10块钱的资产，霸占江城首富的位置整整10年不曾被超越。你一个底层人士，是你永远跨不过去的阶级鸿沟，还敢在这儿跟我口出狂言，说10块钱是零钱？那我倒是想瞻仰瞻仰，你的余额上有多少钱啊？那你们给我站直了！我的个人资产是5000元整。什么？你5000元？怎么吓坏了吧？这个人说他自己有5000块。叶晨，你到底对5000块有没有概念？整个江城，哦不，乃至全国的资产存储量都不足以5000块，无论是对谁而言，都是一个天文数。别说是我，就连我江城首富的父亲都不可能见过5000块。你们没见过，不代表你们没见过，只能说明你们是井底之蛙。你说什么？顾少，何必因为一个穷鬼动怒呢？我和他是大学同学，别说5000块的巨款了，他大学4年1离1的学费，那都是我们校长号召全校师生给他捐的。他呀，可是我们全校第一贫困生，您口袋里掉出的钢镚儿啊，都能买他命的了。还在这里听他大放厥词，属实不应该呀。哦，原来是个穷鬼中的底层穷。你叫叶晨是吧？我今天带我未婚妻来买车，你跪在地上说2句好听的，我就赏你1毛钱，这样你就能安稳度过下半辈子。不过呢，前提是你要逗我开心。如果我不能，如果你拒绝，你刚才顶撞了我，还言语羞辱我的未婚妻，我将动用我在江城一切的人脉，断了你所有的生路，你只能在江城乞讨余生。这就是你言语冲撞我的代价。你到现在还觉得我是在口出狂言吗？不然呢？不然你真有5000块？要是我真有，如果你真的有，我顾廷川跪在这儿给你磕3个响头。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打这个赌，你真觉得他有5000块？怎么可能？这个世界上就没人有5000块钱。既然这个赌注我胜券在握，我就要让他为刚才的行为付出代价。我要让他知道，他这种底层垃圾在我们真正富有的人面前。叶晨，好言难劝该死的鬼！我明明已经警告过你，你非要不知好歹，在这找死！叶晨，我们可都是见证人，如果你拿不出这5000块，你就只能是个乞丐了。不过对于你来说，应该也不是。
你们怎么能这么误人呢？有钱就了不起吗？哟，这还有个不长眼的替这个穷鬼说话呢。啊，怎么？你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吗？就喜欢爬穷人的床是不是？沈有为，我忍你很久了，你刚才让这个穷鬼上顾少的车，现在又出言顶撞顾少的未婚妻，你不想混了，别拿整个车行给你当垫背。你没事吧？姐，我不会让你这一巴掌白来。所有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好呀，那你倒是拿得出5000块呀！你要是拿得出5000块，我张雪曼脱光了在这里给你做车模，而顾少也会让你做义父。前提是你得拿得出这5000块。好啊，既然如此，那我林微微也加你。要是你能拿得出5000块钱，我林微微以后再也不嫁人。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要是你拿不出这5000块，我就要你自干伤，这里乞讨。好，那我就满足你们所有人的要求。瞪大你们的狗眼给我看好了，我叶晨到底有没有这5000块？什么？他竟然真的有！这真的是5000块？5000什么呀？5000，P 个图你免戏。开不开机啊？哟，叶晨，这手机怕不是你故意摔碎的吧？这下可就死无对证了。这手机明明是从你手里掉的，是你抢手丢的。好了好了，结束这场闹剧吧。叶晨，既然你拿不出这5000块，那这场赌约可就算是你输了。我明明是可以证明的是他。别闹了，说的跟不摔你手机真能拿出5000块钱，说不定我未婚夫大人有大量，还能饶你一条狗。是啊，叶晨，对于你这种特别贫困的家庭来说，也是多么大的荣耀啊！区区市值10块钱的小公司，让我去做股东。我说实话，他这座小破庙还真容不下我这尊大佛。现在你怎么说都没有用了，手机碎了，死无对证了。5000块钱的现金我倒是没有，不过几十块钱的零钱我还是有。不如我们来竞拍这辆兰博基尼怎么样？赌注继续，赌约还按我们之前的来。来就来，我怕你。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好，我跟你赌，我出6毛05分。使这么大劲，就拉了5分钱出来。你这江城第一大富少也没什么魄力。啊，5分钱可是普通人10年的工资。可是我不是普通人。那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拿出多少钱。我出1块钱。叶先生，就算这台车再贵，你花1块钱买它，未免有些太离谱了吧？1块钱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很多，但对我叶晨来说不值一提啊！亲爱的，继续加价，让这个白痴看看他这样的底层在真正的富豪面前是有多么不堪。你说的都对，顾廷琛，就听你未婚妻的，继续抬价呀！嘴巴长在你身上，你想怎么说都可以。但要是你拿不出这5000块，这赌约可就算我赢了。合理，行，我出1块5。亲爱的，你真的是让我重新定义了神豪的标准，居然一口气就加价了5毛，简直是又帅又霸气。我林微微这辈子能跟你结婚，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是呀，顾少，您对于未过门的未婚妻就出手如此阔绰，等微微小姐嫁进顾家，您还不得把她宠上天呀？叶晨，你看见了吗？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你现在跪下来给我认错，我还能留你一条全尸。看看你们的样子，区区5毛钱就让你们惊讶成这样啊！你别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有能耐你也加啊！加就加，不过我才不会像他那么想。刚这餐厅我给了服务员小费，就给1块钱。给服务员1块钱的小费，你都不知道是从哪录的网贷才能把账结了。你吹牛不怕闪到舌头是吗？头发长见识短的东西，我继续加价，我出5块钱。什么？5块钱？先生，5块钱足够把这里所有的车，包括这家店给买下来了。不是，你真以为他能拿出5块钱啊？我拿不拿得出，你倒是你不少，是不是敢继续加价？亲爱的，咱们不能从气势上面输给他，继续加呀！不是，这5块钱已经是天价了，就这么一台跑车，
这5块钱他也不划算呀！顾少，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怕了？我怕什么？我不行，不管这辆车多少才卖出去，我都能拿到2%的增长，不能让他终止交接。顾少，您顾家可是在江城屹立100年不倒的第1大家族，怎么被这小小叶晨在气势上给压倒？还是说您在家族的地位不足以您支配更多的荣耀？谁说的？我可是顾氏集团的长子，顾家的唯一继承人。继续抬价，我们为您加油喝彩！加油，顾少，加油！亲爱的，让这个叶晨羞愧致死。我出10块。顾少大气，这台车你的了。叶晨，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啊，我认为这台车的价值最多就值5块钱，但是顾少你刚刚提到了10块钱，所以我不赌了。你叶晨，你少来！没有啊，竞拍本来就是价高者得嘛，谁也没有规定要一直抬价。可是我们说好了，只要你付不出来这个钱，这辆车我就会原价买走，也就是6毛钱的价格。而且你还得跪在地上跟我道歉，还要自费双腿出去乞讨，这些你都不认了吗？我认啊。那你就赶紧跪下给我道歉。我们说的是，如果我买得起这台车，我就要接多少，但是没说谁买下这台车就算谁赢了。你这是在给我玩文字游戏，怪我喽？是你自己蠢。我们谁赢谁输，待会再说。不过顾少刚刚把价格提到了10块，现在是不是要付款？至于我们的赌注嘛，等顾少付完款之后再说。恭喜顾少以10块的价格拿下了这辆限量版的兰博基尼，您是要现金还是刷卡？这谁出门再带这么多现金啊？这是，请顾少刷卡。亲爱的，谢谢你。我们2个还没有结婚，你就送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林薇薇这辈子跟定你了。顾少，你怎么一到付钱的时候就吞吞吐吐的？不知道是顾少付不出这10块钱，还是你想赖账啊？谁想赖账？我知道，凭您顾氏唯一继承人身份，是不屑于赖账这一无耻行为的。况且呀，我们店里都有监控记录着您的一言一行，您应该不会因为一辆跑车而败坏您的名声吧？就是顾少，这10块钱是小，但是顾氏家族的颜面重要呀。顾氏家族以后要是再想在江城立足的话，恐怕可就难喽。这关乎到顾氏的100年声望呀，还请顾少三思呀。我付了。刷卡。好嘞，恭喜李小姐成为尊贵的兰博基尼车主。亲爱的，我爱你。叶晨，现在该算算我们之间的账了。恭贺多时，因为你赌输了。我没说，你买不起这车，你就是输了。谁说我拿不出买车的钱？我只是不想花10块钱去买一台价值6毛钱的车而已。我不想做傻子。那你倒是把钱拿出来看看呀。顾少，我劝你，如果我不拿出这10块钱，你顶多像个大颠子；但是我要是拿出了这10块钱，你们还想我拿出这10块钱？让他拿，我就不信他能拿出这么多钱。就是顾氏凭着10块钱坐稳江城首富的位置，我就不信你一个穷鬼还能拿出10块钱。只要你拿出这钱，所有的赌注我们都认。是啊，我们都认。就等着在大街上饥寒交迫而死吧你！既然你们都敢，那我只好让你们看看我的实力。叶晨，看来他们没有打算放过你，要不咱们还是别赌了吧，不然真的打断你的双腿，让你在大街上，那你会死掉的。你就这么不相信我？不是我不相信你，是普通人怎么能拿得出来10块钱啊？可我从来都没说过我是个普通人。哎呀，叶晨，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了，他们会动真格的。我还就怕他们不动。这样，我给你挡住他们，我就不信了。现在是法治社会，他们还会对我怎么样？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而且我以后也不会再亏待你。但是现在，我只想狠狠地打他们。哼，装模作样，这么小的钱包，怎么可能装得下10块钱的巨款？擦亮你们的狗眼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什么东西？这看着好像是钱，但我没见过这样的钱啊！你们连10块钱都不认识啊？亲爱的，你见过10块钱吗？这钱一定是假的！什么？你说这是假钱？没错，这世界上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钞票。你们没见过的东西多，
难道你们没见过的都是假的？堂堂的江城首富，什么样的世面没见过？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存在这么大的钞票。好啊，江辰，你居然拿着一张假钞出来招摇撞骗！哎，我记得携带假钞好像是违法的吧？没错，而且他持有这么大面额的假币，就算不拉出去枪毙，也够他牢底坐穿了。你们真是无知的可笑！就这10块钱，我叶晨还不至于造假。那你倒是证明这钱是真的呀？这个简单，用验钞机验一下不就知道了？真是死鸭子嘴硬啊！我这就去拿验钞机。顾少，你可看好他，别让他跑。要是他这钱是假的，打断他狗腿。叶晨，使用假币是犯法的，要不你还是丢了它吧，不然真的会坐牢的。听到了吗，叶晨？没有人相信你的钱是真的，就算你把钱扔了也没有用。这个店里不是有监控吗？早就把你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你的所作所为就是你违法乱纪的证据。别想抵赖，没门儿！幸好我还就怕没有监控，到时候你们耍赖。来吧，叶晨，验钞机就在这儿，你敢验吗？验？为什么不敢？你可想好了，叶晨，这钞你要是验了，可就没有回头路。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你死鸭子嘴硬，谁给你勇气啊？快验吧，收起你那丑陋又滑稽的表演。很快，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个口出狂言的傻子，而多了一个身体残废的乞丐。识别成功，真币。不，这不可能，一定是他做了什么手脚，我要再验一次。识别成功，真币。怎么会真的有这么大面额的钞票？你干嘛拿过来一台假的验钞机？你安的究竟是什么心？顾少，这验钞机没问题啊。那你的意思是，他这张10块钱是真币了？应该错不了。错不了什么？去给我拿张白纸来。你要白纸做什么？为了证明这台验钞机是坏的，拿这张白纸放进去，它也会显示是真钞。这台验钞机真的没问题啊。你废什么话？赶紧给我去！好了，别再继续验了。再继续验下去的话，也只能证明你的愚蠢是货真价实的。你可别太得意了。顾少，纸给我验。不可能！顾少，你现在的样子太难看了，好像路边的一条野狗。他的10块，难道是真的？这么多年，原来你一直在欺骗我的感情，你一直在装穷欺骗我的感情。好了，这张10块钱的真假既然已经没有争议了，那现在是不是也应该履行你们的赌约了？叶晨，你不仅骗我重金买下这台车，还扮猪吃老虎骗我签下赌约，你好歹毒的心啊！我歹毒，我只是想过来买台车，结果你不仅对我言语侮辱，而且打断我的双腿去乞讨，到底是谁歹毒？叶晨，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骗我，你不仅有钱，还是一个有着10元身家的神豪，把我耍得好惨啊！我可以别了！叶晨，你竟敢打我！是你自己说的。如果你输了，那我养的狗想咬它的主人，我该不该教训你？顾廷琛，现在是不是该跪下叫我义父？叶晨，你别欺人太甚了，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留一线，顾总，如果今天是我拿不住这10块钱，你会放我一条生路吗？我当然会。你会个屁！你们这群仗着手里有几个臭钱，嚣张跋扈，欺压百姓，无恶不作。那些穷人的命在你们的手中，什么都不是。只要稍惹你们不悦，轻则断其生路，重则尸骨无存。是与不是，今天我就要告诉你们顾家在江城只手遮天的日子到头了，给我跪下叫义父！廷
庭川，不好了，故事的股票跌停了。什么？财经新闻说，故事集团内部有人挪用公款，账户被清零，所有生产线全部被迫停工，大量订单被退订，股东们堵在门口讨要说法，工人们集体罢工，在公司拉横幅，讨要血汗钱的故事这回。是我花光了公司的流动资金，就为了争强好胜，买一台车。叶晨，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我要跟你同归于尽。没事吧？顾廷川，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俗话说，天理昭昭，报应不爽。这一切你都怪不得别人。这10块钱够不够买得下这家店？够，当然够。就算把这里所有的车加起来，也只要5块钱。好，我把这家店买下来送给你，以后你就是这家车行唯一的老板。啊，这也太贵重了吧！我们萍水相逢，今天只有你站出来为我说话，为了维护我，你不惜得罪权贵。你的这份勇敢和善良，配得上这家小小的车行。叶晨，我和你在一起3年，你给过我什么？和他才短短认识了1天时间，就大手一挥给他花10元巨款，这3年的感情都为了搞是吗？我本来不想把前世的账算在今生的头上，我只想对你敬而远之。可是你呢，一直对我赶尽杀绝。前世？什么意思？重生之人几乎都是在前世死亡的一刻，带着记忆回到死前的母亲。我也会。前世我拿着林薇薇给的500万分手费，本以为可以和她划清界限，过我自己的逍遥日子，可谁成想，有了这500万，足够我衣食无忧的过完后半生了。不过她林薇薇视财如命，真的就甘心给我这么多钱？林薇薇，你们怎么找到我的？你们要干什么？我是来要你的命的。你什么时候下的毒？你活着，我睡不着啊！我可以把钱都给你，求求你，你放过我！不只是钱的事儿，我家里安排我和顾氏集团的顾氏联姻，可是顾少天生洁癖，不会碰不干净的女人。可我跟你在一起同居3年，身子早就不干净了。我去医院做了修复手术，身体可以休息，但是我不知这个黑历史又该怎么办呢？以防你拿着我们之间的秘密威胁我，只能送你去下地狱了。毕竟，只有死人的罪才最安全。你为了自己的性子滥杀无辜，你不能好死！好了，别挣扎了，你知道吗？你刚刚喝的水里的毒药是目前市面上最致命的。不，你死之后，我一定会把你分尸，然后埋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从此，你叶晨在这个世界上就销声匿迹了，杀第一反而且，我妈给你的毒药早就让我抓紧走了，叶晨，到死都是个穷。林薇薇，如有来世，我让你生不如死！动手，哪里？
宿主叶晨激活重生系统，附带设定货币贬值1000万倍，宿主余额不变。我本来是个很大度的，想想就算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前世的账，前世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延续到今生。但是，是你啊，自寻死路啊！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根本听不懂？听不懂就算了，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现在带着你这个蠢货，赶紧给我滚，把地板都弄脏。站住！电话要24小时保持开启，随时接受我的召唤，听见了吗？听见了。滚吧！叶总，既然您收购了这家车行，以后就是您的员工了。我可是店里的金牌销售，有我在，保准您的车行生意蒸蒸日上。我想你搞错了，这家店我送给了佑薇，她才是你的老板。佑薇，我承认之前我们有些误会，但我希望能够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这一次。你打我那一巴掌，我可以忍，但是你在店里狗眼看人低、趋炎附势、狐假虎威，根本不配成为一名销售。你被开除了。不要，佑薇，现在大环境不好，工作真的特别难找。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我上有80岁老母，我下够了！你的这套说辞倒不是很像在做汽车销售，更适合去做技师。既然你这么想留在车行，那是不是应该先完成一下赌约？什么赌约？把衣服脱光，在展厅做车模。好，我脱。算了，叶晨，我不想脏了我的眼睛，而且他要是真脱光了在店里做车模，我想对我们车行还是会有影响，还是算了吧。这是你的店，你说了算。但是，我想还是不要这么轻易的就放过。那就罚他从做保洁开始。张雪曼，我们家佑薇说让你从保洁做起，你愿意吗？愿意，我愿意。谢谢沈总，谢谢叶总，我现在去工作，谢谢你们。叶晨，我什么时候成了你家的了？早晚都是，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你不正经。走，去哪儿啊？带你去办件大事。薇薇，我们顾家现在落魄了，你还愿意陪我东山再起的，对吗？我陪你大爷啊！我爸就是因为你们家有钱才决定让我们俩联姻的。现在你们顾氏集团还不如我们家公司，当我是傻的吗？让我在你身上浪费时间。林薇薇，你这是什么意思？哎呀，庭川，你先好好养病吧，别想那么多。公司的事等你病好了再说。不，我顾庭川那也是堂堂的顾家大少爷，顾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是1等1的商业天才，怎么可能输给叶晨那个暴发户？他不过就是有几个臭钱罢了，而我有着最顶级的贵族血统和超脱常人的商业眼光。我相信，只要我能搞到启动资金，我顾氏便可起死回生。现在的顾氏臭名昭著，所有金融商和投资大佬都对他避之不及。你去哪儿弄启动资金啊？放心吧，我顾氏在江城屹立100年不倒，还是有些底蕴的。真有办法能扶大厦于江青？当然，江城最大的私人银行，你听过吗？听过啊，金士顿银行嘛。传说金士顿银行资金储备量有足足50块钱呢，是整个江城商业的资金枢纽。没错，金士顿的行长赵凯与我私交甚好，他们银行成立初期可没少收我们家的帮衬呢。只要我向他开口，资金不是问题。有了资金，我顾氏便可重新运转了。看来这个顾庭川也不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蛋。也是，老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万一他真的能东山再起，我还是顾氏集团的女主。电梯开门。这是江城最大的银行金士顿银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保密，一会儿
你就知道了。走。哎，这里是金士顿银行，不接受小额存款，出去。谁说我是小额存款？看你穿的穷酸样，充其量也就有个几分钱。本行呢，只接受身价1块钱以上的尊贵 VIP 来办理存储业务。你赶紧哪凉快哪逮着去。你早上是没刷牙吗？说话那么臭。哎，怎么到哪儿都要和这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上一课？算了，现在你的职位啊，还没有资格跟我讲话。去把你们行长给我叫过来。什么？就凭你那兜里那3瓜2枣的，你还想见我们行长？我们行长没空搭理你，赶紧滚！再不滚，我就保安了。一会儿我就会让你知道，你以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是有多么的愚蠢。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保安，保安呢？赶紧把这个穷鬼扔出去！先生您好，不要影响我们工作人员办理。我也是来办理业务的，凭什么我要被赶出去？不过你这个保安跟我说话的态度还挺错。我就一个小保安，人家经理让我干嘛我就干嘛，不然我也怕多多听说。都不容易，那我也不难为你。给，要是他敢把你开了，你就拿着这笔钱自己做点小生意，这是对你跟我好好说话的奖励啊。1块钱，这是给我的吗？给你的，拿着吧。谢谢老板，用不用现在我把他的腿打断？不着急不着急，大有个志气。你先去忙吧。是，小子以后听从您的调遣。随手就给了保安1块钱小费，这是来大生意了。哎，老板，您请坐。我这就给您倒杯水去。水就不用了。那老板，您准备存多少钱呢？哦，您是要存5块，难不成是50块？大胆点，往高了猜。多？怎么可能是100块吧？5000块？5000？这么大的银行，区区5000块就下晕了？叶晨，这么庞大的数字，当然会晕倒了。好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以你的职位还不配跟我交流。去吧，把你们行长给我叫过来。好，我这就去叫行长去。很快，我就会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到底背负了什么？是谁在我的金士顿银行口出狂言呢？听说你要在本银行存储5000块钱。没错，带我去办公室详谈吧。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5000块钱是什么概念？我们银行成立至今总流水也不超过2000块，5000块钱都够买下我们整个银行了。怎么哪都是这种？说，你到我们银行到底什么目的？这一呢，我是要把我的5000块钱存入你的银行，让我的钱生钱。这二呢，我要你以后给我打。boss， 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给你打，整个江城所有的企业都要看我的脸色行事，所有的公司每一笔资金运转都要靠我的运作。就凭你，我给你打，简直是痴人说梦。废话少说，我很着急的。直接验资。难道这小子真的有5000块？不可能啊！江城的达官显贵，哪个我不认识？怎么突然冒出一个坐拥5000块钱身价的神豪？不管怎么样，验一验资就是定。去验资。要是我真有这5000块，你可愿意给我打工？别说5000块钱，就是有1000块钱，我都可以给你打。但是如果你没有，我就让你横着走出金士顿银行。这江城是杀人不犯法吗？行长，不好了！行长，
么事啊？大惊小怪的。有啊，有什么？到底是5毛还是5分呢？我是5000。什么？怎么有人真的可能拥有5000块钱？叶总，您喝茶。什么茶？这个茶可大有来头了，它是采摘自武夷山的核心产区，整个茶园只采摘最精品的茶尖，而且是由顶尖的茶匠亲手炼制而成，年产量不超过3两，是名副其实的茶中之王啊！果然，还是你们有钱人会享受。叶总，您说笑了，我兜里这点仨瓜俩枣，在您面前顶多就算是个零花钱。好的东西呢，要女士优先，你尝尝看。还不错。你喜欢的话，以后这款茶每年所有的茶叶我全包了，以后全世界就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品尝。讨厌，别那么肉麻，还有别人在呢，赶紧聊正事。我要收购顾廷川的公司。什么？您要收购顾氏集团？没错，我就是要收购顾氏集团。叶晨，顾氏集团都跌停了，你收购它干嘛？那不明摆着会亏钱吗？顾氏的股票跌到谷底，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只要我稍作运转，股票回升一些，我都是赚的。理论上是这样，可是据我所知，顾氏的人是不会转让股权的。为什么？因为就算顾氏现在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危机，可对于一个拥有100年底蕴的大家族来说，这种磨难又不是第一次见了。每次他们遇到危机，都会凭借底蕴逆风翻盘。80%的公司股权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转让股权的。通常讲，顾氏如果想要逆风翻盘，资金从哪来？应该是去申请银行企业贷款。没错，这就是我收购金士顿银行的原因。可是叶总，您不是跟顾廷川有矛盾吗？那您是要拒绝向他贷款？不，我不仅要贷给他，而且他要多少，我就给他。不过他要把他顾氏集团40%的股份。那这样一来，他不转让股权，您就不贷款给他，他没钱，那顾氏就只能等死了。那他还不乖乖的把股权转让给您？叶总，您这步棋下的高啊！而且不能让他知道是我要收购，否则就算他玉石俱焚，也不会把股份给你。所以我要你以金士顿银行的名义，让他把股份抵押给银行，然后再贷款。最后他还不上贷款，股份自然就是我的。可是叶总，咱们拿到40%的股权，这样在顾氏来说也没有绝对的话语权呐。顾家只拥有顾氏集团80%的股份，剩余20%都在市场上。而现在拥有这20%股份的那些人都着急着把股份给抛出去，这不是个绝佳的机会。那收购了这20%的股份，再加上那40%的股份，那您就有60%的股份了。这样在顾氏就有1票否决权了。半个小时之内收购市场上顾氏集团20%的股份，然后做到顾廷川上钩。是，我这就去办。喂，赵行长，我顾家的事情，我想您也应该知道了。但这样的小风波对我顾家来说不值一提，但这资金上还需要您的金士顿银行给出一定的资金支持。你说要我把40%的集团股份作为抵押，这怎么能行呢？你也知道，我顾氏这几十年来也就只拿了20%的股份在市场上，股份可是我顾氏的立身之本啊！我倒是有把握在最短的时间内让顾氏重新运转。好吧，我押，但是我需要的资金也很庞大，要20块钱。你也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吧。好。赵行长竟然让你用40%的股份拿去做抵押，这我倒是一点也不担心，只要有钱，我们顾氏立马能重新运转，那点贷款我分分钟就能重新还上。叶总，市场上
顾氏集团的股份20%，我们都已经收购完成了，而且顾廷川已经顶不住压力，把40%的公司股份已经开始抵押给我们了。好，接下来我要彻底弄垮顾氏集团。有为，你去成立一家和顾氏集团一模一样的企业。我能行吗？反驳去掉，我说你行，你就行。叶总，您是打算？顾廷川拿到钱之后会马上投入生产，而我成立的新公司将完全复刻顾氏集团所有的产品，到时候再以低价促销，把他们公司内所有的客户都引过来。顾氏集团的产品滞销，到时候银行的贷款还不上，顾氏集团的40%自然就是属于我的。这样的话，您要亏掉很多钱，这可是赔本的生意啊！那你说，要亏多少才能把顾氏集团的客户全部抢走？大概要亏20块钱。拿去亏，尽情的亏。什么？随随便便就拿出20块钱？这可真是神豪啊！太好了，不愧是金士顿银行，才10几分钟，20块钱就到账了。薇薇，你通知下去，所有工厂全部复工，加快所有产量的生产体量和速度，让整个江城都看看，我顾氏王者回归了。好的，我这就去安排。我真是个商业奇才呀！哈哈哈哈哈！目的是多么寂寞，无力是多么空虚。叶晨，临时搭建工厂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就直接收购了几家能够直接生产的工厂，现在已经开始生产了。顾氏集团那边的客户呢，觉得我们的商品质量更好，价格更低，已经开始跟我们聊合作了。只不过，怎么，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吗？你亏欠的目的我可能没有办法完成了，因为我们的需求量大，现在许多原材料的工厂现在纷纷降价跟我们聊合作，不仅不会亏钱，甚至还能少赚一些。呦喂，你真是个商业天才，我眼神果然没看错人。叶晨，你怎么能信我呢？会怀孕的。怎么办？要是怀孕的话，我还没结婚，我妈会打死我的。放心，我会去。叶总，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顾氏集团已经顶不住我们新公司的价格战，开始低价抛售他们的产品了，并且把他们公司的工厂、商场、写字楼都已经贴牌转售了。好，收购顾氏转售的所有产业。好。廷川，金士顿又来催款了。不是让你把该卖的东西都卖了吗？怎么他们还在催债？我们这次投入的产值太大了，转售企业的钱根本就不够补窟窿的呀。怎么办？我还有40%的股份抵押在金士顿银行。喂，赵行长，今天晚上12点是你最后的还款期限，如果你还还不上的话，顾氏40%的股份就是我们金士顿的了。赵行长，看在我们家交情的份上，能不能再宽限几天？我宽限你有什么用？据我所知，顾氏的产业经济卖无可卖，你还拿什么还钱？12点前你还不上贷款的话，40%的股份就是我们金士顿的了。顾氏集团的100年基业，难道就要毁在我的手上了吗？亲爱的，干什么？顾氏的股价上涨了。怎么可能？顾氏怎么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涨？我们赶紧趁着上涨，把剩下的40%股份抛售出去吧。这样的话，我们手里就能有一些回笼资金，只要还有钱，顾氏就有希望可以东山再起啊！全部抛售？我在顾氏的股份，我可就1分都没有了。我不好了，股价开始下跌了。尹川，如果我们再不抛售的话，它应该就要跌没了。到时候
就算我们想抛，恐怕也没有人敢接盘了。全部抛售。叶总，我故意制造股市动荡，顾廷川已经挺不住压力，开始抛售他们公司剩余的40%的股权了。好，全部买入。叶晨，顾氏现在已经是空壳了，咱们买那么多股份干嘛？不要小看任何一家有深厚底蕴的公司，我叶晨就算是再有钱，在江城也是个无名小卒。要想日后名扬四海，还得有一块金字招牌，而这个最好的招牌就是顾氏集团。叶总说的没错，如果光有钱的话，别人会认为只是暴发户。企业的底蕴和知名度才是通往上流社会的通行证，并且叶总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同时拥有金士顿和顾氏集团2大金字招牌，而且顾总还有5000块钱的超级身价。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叶总您的大名将响彻全国，并且还有可能君临华尔街。对，这就是我最终的目的。好了。快去收购顾氏股份。好的。由于我们错过了股票上涨的高峰期，所以剩下40%的股份只卖了2块钱。只卖了2块钱？顾氏完了。谁说顾氏完了？叶晨，叶晨，我不想看到你，你赶紧给我滚出去！保安，保安呢？别叫了，保安怎么可能把自己的老板给赶走？老板，我是顾氏集团的主人，我才是这儿的老板。我现在是顾氏集团100%的绝对主人，谁才是顾氏真正的？什么？你怎么可能有顾氏的100%的股份？金士顿银行早就被我收购，还有市面上的一些散户20%，加上你最后抛售的40%。全都是被我收购。我输了。不过我还是愿意给你一条活路。什么机会？毕竟你们家族经营顾氏集团也有近100年，要是没了你，可能整个公司的人员架构我就要了解1年半载，这太浪费时间。所以我决定任用你为顾氏集团的 CEO， 年薪嘛1块钱，你愿意吗？真的吗？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假话？而且好像我也没有必要对你赶尽杀绝。叶晨，哦不，叶总，以后小顾我以叶总您马首是瞻。好了，去把公司上上下下的资料都整理一下，交给尤薇，以后他才是你真正的主人。保证完成任务。去吧。叶晨，我和顾廷川什么都没发生过，我还是你一个人的。叶晨，你打我吧，只要你能消气，你怎么对我都行。我和顾廷川是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我和你可是有血海深仇的。我虽然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你了，但是我愿意弥补。你把我留在身边，我做你的仆人，我当牛当马，伺候你一辈子。上一世你在我的水里下毒，你说我还怎么敢把你留在我的身边呢？你想怎么样？我想，哦对了，你们家的公司已经被我收购了，现在你爸你妈估计已经无家可归了。至于你现在的姿态，我感觉真的挺像路边一条奇葩的狗。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林薇薇，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中用。那就别怪我玉石俱焚了。你干什么，林薇薇？这是个犯罪，你知道吗？才不当不了富太太，老子大什么区别？不是要死，不如来一点对的。我可以给你钱，你要多少东西？他所有的一切本来都是我的。他抢了我的人生，喂，去死吧！有
妈的，敢对我老板动手！你伤了我老板，谁给我发工资啊？小道理表吧。叶总，我已经报警了，让这个臭娘们儿把牢底坐穿！我呸！啊，好累啊！送你的这套房子，还喜欢吗？啊？喜欢啊，不过我们以后不能乱花钱了。我们有的是钱，花点怎么样？我们是很有钱，但是有钱呢，我们可以回报社会，把钱给省下来，建希望小学，捐给山区里的留守儿童，还有孤寡老人。都听你的。而且呀，我们以后还要生小孩呢。你不知道，生小孩要花可多钱了，要上什么兴趣班、补习班，反正要花好多钱。那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不是应该先把小孩生出来？好一点。